今天继续和大家分享《致命弯道》系列的第4个故事，又名一只发卡引发的血案。故事发生在一座偏远的疗养院，里面收容的都是些精神不正常且极度危险的边缘人群。院长正在给女医生介绍的这3兄弟是其中最特别的，他们是近亲交配的畸形产物，没有痛感，生性残暴，以吃人为乐，狠起来连自己都不放过。一个吃掉了自己的眼珠子，一个啃食了自己的手指头，还有一个把牙齿磨成了锯齿状。两人离开后，殊不知就在刚才，一个病人偷走了女医生的发卡，转头所有病人获得自由。最先遭殃的是门口的守卫，他听到声音过来查看，结果被畸形人暴力杀害。一瞬间，疗养院沦为恶魔的乐园。畸形人兄弟把女医生绑在床上，一通电击疗法过后，女医生口吐白沫，领了盒饭。院长就更惨了，经历比五马分尸还残酷的酷刑，一命呜呼。前菜结束，正片开始。冰天雪地，10个年轻人组团来滑雪，他们中熟悉路线的只有波特一个人。晚上，大家留宿的也正是他家的小木屋。刚到目的地，波特还没来得及露面，便独自前往木屋，被大家开暖气。剩下9个人则在雪地上玩得不亦乐乎。等到太阳快要落山，波特却迟迟没有回来。这时，戴着红帽子的凯尔很有自信，他去过几次小木屋，一定能在天黑前带大家找到那里。但很快，凯尔就被啪啪打脸。夜幕降临，一群人还在雪地里瞎转悠。没错，他们迷路了，又是狂风又是暴雪的。当务之急，必须尽快找到避难所，不然都得冻死。绝望之际，他们发现一栋大房子，正是故事开头的疗养院。暴动过后，这里早已废弃多年，几人想都没想，火速来到房子里。意外的是，里面竟然还有暖气。这帮人没有觉得不对劲，更没想着是不是有其他人住在这里。总之，就心安理得地住下了。准备联系波特时，发现这里根本没有信号。尽管如此，几人依旧有说有笑，哪里知道波特已经凉。杀他的人正是畸形3兄弟。想不到这么多年过去，他们还在这里。探索院长办公室的时候，矮哥率先发现畸形人的资料，狰狞的面目，多看一眼都不舒服。此时他们才知道，这里曾经是一家疗养院。与此同时，房子外面，畸形人正拖着波特的尸体步步逼近。休息过后，金发哥带着女友卷发妹以及好友妮娜开始帮大家找今晚睡觉的床位。途中，妮娜看到一道人影闪过，认为房子里很可能还有别人。金发哥不相信，敷衍的到病房里检查，结果只听他惨叫一声，再也没出来。以为金发哥出事，2个妹子小心翼翼走进病房，结果竟是金发哥的恶作剧。3人离开时，并没有发现那道人影已经从黑暗中走了出来。回到休息室，胆小怕黑的妮娜骂了金发哥一顿。为了将功补过，金发哥找到发电机，成功点亮了整座大楼。之后，众人开启了蹦迪模式，而被偷家的畸形人就站在窗外，脸上写满了愤怒。看来对这些人的报复已经拉开了序幕。矮哥捡到一盘录像带，里面是畸形人接受治疗的场景。麻花妹告诉大家，她小时候听长辈说过，在西弗吉尼亚州的丛林中住着一个食人魔家族，他们的长相就和画面里的一样，非常丑陋。据说后来这些食人魔都被抓到了疗养院。妮娜不信，认为这不过是都市传说罢了，而且不会这么倒霉，刚好是这家疗养院吧。半夜，金发哥睡不着，要到大楼里探险。走着走着，看到走廊尽头坐着一个人，这不是波特吗？你什么时候到的？你是在恶作剧吓我吗？怎么不说话呀？直到金发哥走到跟前，才发现波特已经死了。下一秒，他也被畸形人送走。第二天一大早，大家发现金发哥离奇失踪后，决定兵分2路去找人。矮哥这边发现一面带血的镜子，直觉告诉他这里一定有问题。卷毛妹则找到厨房，意外目睹了畸形人肢解波特的一幕。幸运的是，她没被发现，安全逃了出去。就在矮哥告诉大家他发现血迹时，卷毛妹惊慌失措地说道：“有杀人魔在这里！”话音刚落，一个球形物体滚了过来，打开一看，竟是波特的脑袋。妮娜吓得放声尖叫，然而更大的危机还在后面。来不及反应，金发妹被铁丝吊到半空中，
凯尔想去救人，却被红色液体淋了一身，其他人连忙跑路，凯尔整个人都吓傻了，等到反应过来才想起来逃命。相比作死小分队，食人魔的智商明显高多了。雪地摩托车上的火花塞电源插头早就被他们拿走，跑得急，大家连外套都没来得及穿，这可如何是好？麻花妹自告奋勇要滑雪橇去找外援。为什么是她呢？因为妹子说了，她是这群人当中最强的滑雪者，既然这么主动，当然得答应了。剩下的几人担心被冻死，于是顶着被食人魔抓到的风险躲回院长办公室。凯尔不想坐以待毙，拉着矮哥要去找武器。见状，黑妹也勇敢加入。三人一路摸到地下室里的工具间，可还没来得及找东西，一个食人魔扛着斧头出现。由于光线太暗，三人并没有暴露。等到食人魔离开，他们速战速决。不得不说，矮哥是有点倒霉在身上的。原本已经拿到装备，结果在离开时他又多看了一眼，发现更趁手的斧头，不料刚拿到手，他就被食人魔抓走。凯尔和黑妹一路狂奔，完全没意识到身后少了一个人。最后在妮娜的提醒下，两人才反应过来。黑妹一副黑人问号脸，矮哥人呢？不是在我后面吗？两人探出门外，左看看右看看，确实连个鬼影子都没有。厨房里，矮哥被绑在工具台上，食人魔推来一车白萝卜，这是要炖汤的节奏吗？见食人魔磨刀霍霍，矮哥发出了杀猪般的惨叫声，整栋大楼都能听到。海狗在办公室里的几个人在救与不救人之间无比纠结。黑妹的女友百合妹态度很坚决，食人魔把矮哥当诱饵，我们千万别上当。公平起见，他们决定投票，最后只有百合妹一个人投了反对票。于是一起人集体行动，安全起见，凯尔先去敌方探探情况，结果被眼前一幕吓得目瞪口呆。食人魔真是会吃，又是烤肉皮又是烤腰子的，矮哥无力反抗，简直生不如死。凯尔赶紧把这一情况告诉同伴，得知食人魔有3人，妮娜安排大家分头行动。作为唯一的男性，凯尔打头阵，拎着燃气瓶冲向食人魔，其他人拿着打叉棍棒打辅助。然而武力输出全靠吼，神奇的是，凭借稀烂的战斗力，他们竟然真的唬住了食人魔。最后3个食人魔全被他们锁到病房里。遗憾的是，矮哥撑不住，先走一步了。凯尔拿到煤油灯，要烧死食人魔，为死去的同伴报仇。万万没想到，妮娜竟然不同意。她认为放火烧人太残忍，这圣母光环也太刺眼了吧！更不可思议的是，一个敢说，一个敢听。凯尔说不报仇就不报仇了。妮娜问食人魔：“你们把电源插头藏到哪里去了？”拜托，食人魔不会说人话好吗？几人商量后决定，凯尔留下来看守食人魔，其他人去找插头。凯尔隔着铁门各种口嗨，以此发泄心中的怒气。完事后，他靠在墙上休息，竟不知不觉进入梦乡。这时，食人魔拿出发卡，神不知鬼不觉开了锁，一拳下来，凯尔两眼一摸黑。离谱的是，发卡居然是从马桶里捡到的。显然，这个病房和当初关食人魔的是同一间。总之，一切都是最好的安排。妮娜这边半天找不到插头，他们只好回到办公室。担心凯尔会乱来，妮娜独自到病房查看，结果走到一半突然停电。要知道，妮娜可是最怕黑的。等她哭唧唧找到病房，食人魔早就跑了，凯尔也生死不明。妮娜回到办公室和大家商量对策。这时，一个头套麻袋的男人来到门口，虽然看不到脸，妮娜却一口咬定他就是食人族当中的一个。犹豫片刻，妹子们拿着小刀杀了出去，直接把男人捅成了筛子。这架势，我要是食人族都不敢惹他们。可是当他们掀开麻袋后，惊呆了，领盒饭的竟是被食人魔割掉舌头的凯尔。至此，除了外出的麻花妹，就只剩下妮娜、黑妹、百合妹和卷发妹4个幸存者。引出猎物后，食人魔带着电锯杀了过来。慌乱中，4人逃进食人魔的卧室，随便拿几件御寒的外套后，准备逃出去。衣服也太合身了吧！很快，他们逃到壁炉这里，黑妹硬是凿出一条逃生通道，并且第一个爬了出去，百合妹紧随其后。虽然到了生死存亡的时刻，卷发妹闪着人性的光辉，要让妮娜先走，结果轮到她的时候跑不掉了，当场就被食人魔用电钻送走。活下来的3个人继续在雪地里狂奔。你以为食人魔会放弃吗？当然不可能，他们开着雪地摩托很快追了上来。
下一个倒霉蛋会是谁呢？因为衣服是白色的，妮娜打算躺在雪地里，可百合妹死活要跑起来，生怕食人魔看不见，最后死得很惨，被摩托车按在雪地上疯狂摩擦。食人魔的围剿一直持续到天亮，妮娜和黑妹默契配合，总算抢到一辆摩托车，两人开车兴奋地离开。然而没走多远，2颗脑袋飞到空中，画出一道血腥的曲线。没错，食人魔的陷阱就是这么刁钻。对了，麻花妹怎么样了呢？很不幸，她在寻找救援的路上就被冻死了。故事最后，食人魔开着小破车带走了今天的猎物。第4个故事到此结束，场面依然很血腥，但故事存在的逻辑问题实在太多了，强行降智的情节更是数不胜数。喜欢血浆片，喜欢边看边吐槽的，可以去看看原片。好了，今天的故事也到这里就结束了，最后不要忘记3连支持一下哦。